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做一款小众的月饼啊，就是很多朋友问的那种老式月饼。这种月饼不需要回油，即做即吃，吃起来皮子有一点脆，感觉就像桃酥或者是饼干。制作烘烤也都要比广式月饼简单，哪怕是经验差一些的朋友啊，也能在家里简单快速的做出好吃的月饼了。做这款月饼材料很少，只有5种。首先在和面盆里加入200克的食用油，建议用味道比较小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接着再加入2个鸡蛋，找2个比较小的鸡蛋，去掉皮之后一共100克左右。糖的话是加入100克的绵白糖，再加入100克做月饼用的转化糖浆，然后把材料搅拌均匀。绵白糖一般都是平时炒菜用的啊，适用于做拔丝、挂霜、上色。前几天分享的和这个差不多的广式月饼是需要烤2次的，第2次是刷上蛋液给月饼上色，这样用了绵白糖就不需要刷蛋液了，烤1次直接出炉的颜色就非常好。这个就和做桃酥是一样的，做桃酥也是放绵白糖，烤出来的颜色会发红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1克的小苏打，然后继续搅拌。材料要搅拌均匀啊，不然做的时候容易粘皮子，还容易出油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就过筛550克的面粉进去，然后和成一个柔软的面团。材料要搅拌均匀，不然做的时候容易出油，而且成型的时候容易粘皮子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过筛550克左右的面粉，面粉选择中筋面粉或者是低筋面粉都可以。中筋面粉就是家里做包子、馒头最常用的面粉，低筋面粉一般都是用来做蛋糕的，首选低筋面粉，因为低筋面粉做出来的成型更加的好看。加入面粉之后，就把材料和成一个柔软的面团。如果没有绵白糖，就用白砂糖。如果感觉烤出来的颜色不好，可以参考前几天做广式月饼的做法，烤的时候烤2次给月饼上色。我们把材料和成一个柔软的面团，但是也不要太软，可以参考视频里的硬度。不需要等待，面团和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做了。这个皮子别管是做比较软的豆沙的，还是做比较硬的五仁的，都是可以的。准备的材料大概能做24个左右，100克每个的月饼，和前几天分享的月饼是一样的，皮子是40克，馅料是60克。馅料就不给大家分享了，上一期视频啊很详细的分享了3种馅料的做法，大家也可以进入我的主页，在主页里搜索相关的关键词，去年前年也都分享过各种馅料的做法。如果不想自己制作馅料，稍微大一点的超市或者是网购都能买到现成的馅料。月饼包好之后，用模具冲压一下，如果冲压的时候粘皮子，可以沾上少许的面粉，但沾了面粉冲压成型之后，要用一个小的喷壶，轻微的喷上少许的水雾，不然烤出来的月饼皮子不亮，但是水也不能喷多了，不然烤出来的花纹就不明显了。烤箱是需要提前预热好，月饼做好之后直接来烤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200度，下火18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5分钟左右。烤箱不能独立控温的，就上下都用190度。烤的时候注意观察，只要烤到颜色看上去自己满意了，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月饼是不需要回油的，吃上去有一点脆，就和饼干或者桃酥差不多。很多朋友说的老月饼应该就是这种。如果想让皮子吃起来更酥脆，可以把1克的小苏打替换成1克的碳酸氢铵，俗称臭粉。一般油面混合的这一类酥性的糕点都是放臭粉，让糕点更蓬松酥脆。家里如果没有臭粉，我们就放小苏打。月饼烤好放凉之后，可以用这种小袋子包装一下，送给亲戚朋友，绝对是中秋节最好的礼物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